OK， 好，今天的快报会讲到一个苹果的全新产品。好，那今天的快报有几个东西，我们当然会讲到 John Prosser 最近期流出来的，像是 iPhone 啊、Apple Watch 所有发表的日期，还有上市的日期，还有什么时候你可以预购，然后会再进一步提到我所得到的消息，还有这个代表什么意思。OK， 那再来我们也会讲到就是苹果全新的产品，然后最后我们也会讲到 Air Power， 那现在更多的细节消息出来了，还有我所得到一些使用的人给的一些感想。那目前看起来这个产品应该是会达到我们的期待。OK， 那我们就先来讲Apple 的全新产品吧。那这个东西叫做 Apple One。那它就是把所有 Apple 现在这些订阅性的产品把它结合为一，它会分成不同的等级，那有 Apple Music、Apple TV Plus、Apple Arcade、Apple News， 还有 iCloud。那所谓分级制是什么意思？那当然就是以每个人所需要的服务、喜欢用的东西，那选择不一样的服务会有不一样的组合价格。第二当然就是还有一些服务会有提供家庭的订阅啊，像是 Apple Music。那再就是 iCloud， 它有不同容量的等级的区分，那这些都会造成它的整个组合价的价格会有区隔。那我认为苹果应该怎么做？我觉得应该就是要有更自由的选择啦，因为我们一般先前对苹果的了解，它在产品的选择上不会给你太多的自由性去选择。可是我觉得在服务性的商品上啊，每个人拥有的硬体不一样，那它所需要使用到的服务差异性也非常大。那这个部分我就觉得苹果需要很个人化，然后很自由化的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。然后当然另一面的看法就是说，苹果如果想要推销一些平常别人不太会去订购的东西，像现在 Apple TV Plus 可能是第一年是买新的苹果装置，它就会送给你。那苹果很需要人家多接受这个 Apple TV Plus 里面的内容的话，那它可能会用一种绑在一起的方式，让你一定要有 Apple TV Plus。这个方式的话，我倒觉得是还可以啊，因为 Apple TV Plus 它里面并不是一些很垃圾的内容，我觉得它所制作的影片跟电影的水准都非常高，所以这个方面我还能接受。那当然另外就是 Arcade 还有 iCloud， 那我觉得 iCloud 就是一个蛮重点的一个部分，它需要绑住更多人在里面，因为不管你使用的苹果装置是什么，那我觉得 iCloud 在苹果未来把所有装置的 OS 的环境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 iCloud 会成为一个蛮重要的角色。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苹果很好的机会，让更多人愿意购买更高的 iCloud 的价格。可是他用这种组合性的方式，让你觉得你其实没有付到那么贵的价格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，也是一个方向。那我个人自己希望的价格区段，我觉得是那以我现在使用的方式来讲，就是有 Apple Music， 然后我有 Apple TV Plus。Apple Arcade 我后来就没有再用，因为小孩子后来有时候有玩，有时候没有玩。Apple News 我也没有再用。那 iCloud 的话，我个人使用是2个 TB 的选项，所以如果以我自己需要的 Apple TV、Apple TV Plus 还有 iCloud 2个 TB 的选项，那我希望看到的价格就是它的价格可能在$20之内，可能15到$20之内。那我觉得如果是整体的组合包，就是全部都有的话， iCloud 就先预想为它是2个 TB 的选项。那我觉得$35、$30内，就是1000台币左右，就是一个很合理的价格，可能也会让更多人在这个比较低价的前提下，愿意去使用他们所有的产品。OK， 那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Apple One 的服务里面 ，Apple Music、Apple TV Plus、Arcade、News、iCloud， 你用了几项？组合价的话，你觉得一个月要多少钱你会买单？就是以你自己现在有使用的状况，还有它的等级的区分，你觉得你应该一个月付多少钱？这样的价格你会觉得合理？好，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到 John Prosser 公布的 Apple Watch、iPad、iPhone 12、12 Pro 的上市日期。那他这边讲的就是 Apple Watch 跟 iPad 会在12月7号发表，那这个就不会是一个发表会，它就是直接一个新闻稿的方式，直接上架到 Apple Store， 让你直接去预购。iPhone 12的发表会会在10月12号，这个发表会就是这个所有 iPhone 的等级都同时发表 ，OK， 但是这个跟预购上市的日期是分开的，所以 iPhone 12 5.4寸跟6.1寸就是在10月12号开始预购，开始出货的话是在10月19号。iPhone 12 Pro 跟 Pro Max 是在11月之后。那现在连这个确切的时间，什么时候开始预购跟上市，在11月的哪一天都还没有确定。好，那 John Prosser 本身对这个爆料很有信心，他说他虽然就是大概80%的准确度，可是他说在产品上市的日期方面，他目前是100%准确的。我们就先预设他这样的爆料是对的啦。OK， 那这样的排程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啊，我也是有一点啦，但我有和一些人了解状况之后，我大概知道苹果有它的不得已。那首先说，大家要记得 iPhone 10也是到11月的时候才上市哈。那其他旧的 iPhone 先前也有因为软硬体不同的问题都有延后
后上市的这样的先例。这次让我比较失望的，我觉得就是像我先前讲过，最不想看到就是 Apple Watch 没有在一个正式发表会上市。Series 6不管它的改变是多少，它毕竟还会加入一些新的硬体功能。这个在展示方面，先前有一个发表会，那就算只是一个线上的，我觉得它都能更好的让使用者去看到他们实际怎么去使用这个功能。那我觉得如果是单纯的就是新闻稿线上让你直接去预购的话，我觉得就少了这种觉得它是一个新的东西的感觉。那我个人去了解之后得到的资讯大概是这样子的 ：iPhone 12碰到的状况不少，然后镜头组件只是其中之一。今年的产品很多，不希望所有产品都拖到同时间上市互相模糊焦点。OK， 就这样，他就没有再给我任何多的资讯。最近的爆料者都碰到不少麻烦 ，John Prosser 的频道基本上就是被 hack。然后昨天 Twitter 上有另外一个蛮知名的爆料者，他的 Twitter 账号也是直接被人盗用，然后发一些莫名其妙的消息出来。他前一天才说到2个线人突然失联，这个我能体会。好，看来所有的爆料者现在皮都要绷得紧一点。好，我们讲回来到 iPhone 延后上市其实并不是没有发生过，可是苹果亲自在财报上面去证实发布这个消息，这个还倒是真的从来没有发生过，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的情况一定是不太好。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目前硬体发布的消息出来，我们看到很多的升级或是该有的升级都有被拔掉的状况，所以大家对现在今年这个状况，我觉得也不用太苛求啦，因为毕竟我们今年碰到这个疫情是，我觉得是现代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个状况，而且是一个全球性的，这个谁能预料到？那如果真的对今年的产品不满意的话，那就不要买，或者是再等1年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Apple Watch 如果要以新闻稿发表，然后 iPhone 12 Pro 延到11月之后，感觉上又有很多我们先前期待的功能会被阉割掉，那要不要干脆等到 iPhone 12S 或是13算了？好，那最后我们就来讲到 AirPower。那现在的消息是说，现在苹果商店有上市一款30瓦的充电器，那这个就是将来会也可以给 AirPower 用的。这边我想知道就是说它瓦数怎么区别？那如果是给3个装置同时充电，那30瓦为什么需要用到30瓦？或是为什么只有30瓦？那以我们目前所知道的 Apple Watch 跟 AirPower， 如果整个加起来的话，大概10瓦多一点。在无线充电的部分，他们会放多少在 iPhone 上面？是不是10到18瓦之间？如果你单一充 iPhone 的时候，它能不能全数以30瓦的无线充电快充去充它？那充2只 iPhone 的时候，它要怎么去分配？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再来想多了解的一个问题。OK， 那我这边所知道就是内部测试出来的感想。那它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？那我所得到的消息是说，他们觉得测试完是觉得非常值得，因为绝对不同于一般的无线充电。然后因为在充电效能和热能上都有非常完美的控制。就这样，也没有再跟我多讲什么。OK， 好，那我个人觉得，如果它要吸引到大众，有几个具备的条件，就是多装置侦测同时OK， 然后让装置间可以做沟通，看到现在目前充电的状况，然后充电的功率，以无线充 iPhone 来讲，要高于现在让人使用的7.5瓦，但在热能控制上又一定要优于一般的无线充电，然后更尤其现在有一些 Android 的厂都可以有实现这样的技术，就是以更快的速度就无线充你的电话，然后在热能上又有很好的控制，然后再来，当然就是资源的部分也要支援再来要出的 AirPods Studio 还有Apple Glasses。OK， 那单一装置的话，据说也是要$99。那我觉得还是要看它整体整合在里面的功能，还有整个充电的速度能到达多快。不然$99，我觉得就是真的还是算太贵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回顾今天的3个不同的问题。好，那第一个就是 Apple One 的服务里面 ，Apple Music、TV Plus、Arcade、News。iCloud 你用了几项？然后组合价的话，你觉得你现在有使用的状况，你觉得1个月要多少钱你会买单？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Apple Watch 以新闻稿方式发表 ，iPhone 12 Pro 要延到11月以后，那感觉有很多功能被阉割掉，那你会不会想要干脆等到12S 或是13算了？那第3个问题就是 AirPower 的价格，单一装置$99，3个装置$249。那你觉得要包含怎样的功能，还有怎样的充电速率，你才会买单？好，那今天大致上就这样，那快报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。